當李志騰喺2005年2月4日早上7時12分，衣衫中撈地步入旺角警署報案室，對當值警員講出我殺咗個女同斬傷咗個仔呢句說話嘅時候，佢可能冇諗到呢一宗案件會成為香港犯罪史上最令人不安嘅謎團之一。唔係因為兇手嘅身份成謎，亦都唔係因為犯罪手法嘅複雜，而係因為一個看似平凡嘅67歲老人點樣喺短短數個鐘頭內，從鄰居眼中健談脾氣好嘅李伯，變成咗親手斬下女兒頭顱嘅魔鬼。更詭異嘅係，呢個頭顱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彷彿喺呢個高度城市化嘅香港，仲能有嘢永遠消失喺茫茫人海中。呢宗案件嘅第一個不為人知嘅細節，在於李志騰犯案時嘅冷靜程度。當佢用斧頭劈向熟睡中嘅16歲女兒李玉萍嘅時候，女兒滿臉鮮血咁哀求唔好斬唔好斬，但係佢並冇因為女兒嘅求饒而停手，反而繼續劈劈劈，直至女兒完全靜止。更令人毛骨悚然嘅係，佢喺女斷氣之後，竟然對住無頭屍體話：咁細個就唔聽話，要你身首異處。呢種近乎儀式化嘅行為，暴露咗佢內心深處一種扭曲嘅教育觀念，彷彿斬手係對唔聽話女兒嘅終極懲罰。然而最詭異嘅部分仲喺後頭，李志騰喺割下女兒頭顱之後，並冇立即逃走，而係花時間清洗現場嘅血跡，然後因為發現孩子沾血，而到附近商場買新鞋。喺返屋企途中佢遇到咗唔知情嘅街坊，對方睇見佢提住鞋盒，仲調笑話咁早買新鞋過年最近有冇買馬？李志騰竟然能夠若無其事咁同街坊閒聊數據，先至施施然返屋企。呢種喺犯下滔天大罪後仍能夠保持社交禮儀嘅能力，反映咗佢精神狀態嘅複雜性，亦暴露咗妄想症患者喺某啲方面仍能夠維持正常社會功能嘅特徵。更有趣嘅係，李志騰喺屋企伴屍2小時期間，佢一邊磨利一支4尺長嘅鐵通，一邊喺腦海中盤算如何將妻兒一一了斷。呢種冷靜嘅計劃性，同佢後來對兒子李永成嘅襲擊形成咗鮮明對比。當兒子回家時，李志騰嘅攻擊顯得倉促而唔夠致命，兒子甚至有機會同佢糾纏並詢問發生咩事。面對個仔嘅質問，李志騰竟然編造咗一個打傷小混混需要走佬嘅藉口。呢一種臨時起意嘅謊言，同佢對女兒嘅精心策劃形成咗強烈對比，暗示住佢對兒女嘅態度存在住微妙嘅差異。從心理學角度嚟睇，李志騰對女兒嘅仇恨程度明顯超過對仔嘅敵意。呢種差異並非偶然，而係反映咗傳統父權社會中男性對女性後代嘅特殊控制欲。喺佢嘅妄想世界當中，女兒嘅唔聽話被放大成對父權威嚴嘅直接挑戰，因此需要用最極端嘅方式嚟糾正。相比之下，兒子雖然亦都被懷疑非己出，但作為男性後代喺佢嘅價值觀中仍然保留住某種可救贖嘅可能性。呢種性別化嘅暴力模式喺好多家庭暴力案件中都能夠揾到相似嘅痕跡。案件嘅另一個引人深思嘅層面係李志騰喺逃亡期間嘅行為模式。佢冇選擇遠走高飛，而係喺深水埗一帶徘徊，特別係喺妻兒曾經居住嘅舊居同女兒嘅母校附近遊蕩。呢種回歸行為暴露咗佢內心深處對家庭溫暖嘅渴望，以及對過去美好時光嘅眷戀。即使喺犯下如此殘忍嘅罪行之後，佢仍然冇辦法完全切斷同家庭記憶嘅聯繫。呢種矛盾心理反映咗妄想症患者喺現實與幻想之間嘅掙扎。更值得注意嘅係，李志騰最終選擇自首嘅動機。根據佢嘅供述，佢喺樂群街公園露宿2日之後，諗咗想就決定投案。呢種看似簡單嘅決定背後，實際上隱藏住複雜嘅心理機制。對於妄想症患者嚟講，現實感嘅回歸往往係間歇性嘅。當妄想嘅力量減弱嘅時候，佢哋會短暫咁意識到自己行為嘅嚴重性。李志騰嘅自首
可能正係喺咁樣一個清醒嘅瞬間做出嘅決定。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佢喺警署中表現得咁冷靜同合作。從社會學嘅角度嚟分析，呢宗案件反映咗香港社會喺千禧年代初期面臨嘅多重社會問題。首先係中港婚姻帶嚟嘅文化衝突同埋適應困難。李志騰同妻子喺1981年結婚，但直到2000年妻兒先至獲批來港定居。長達19年嘅分隔生活，使得呢個家庭缺乏真正嘅情感基礎。當一家人終於團聚嘅時候，佢哋發現彼此已經變成咗陌生人，而呢一種陌生感喺狹小嘅公屋單位中被無限放大。更深層嘅問題在於香港社會對男性角色期望嘅變化。喺傳統觀念中，男性應該係家庭嘅經濟支柱同權威象徵，但係李志騰喺妻兒來港嘅同年就失業，從一家之主瞬間變成咗依賴妻子零用錢嘅家庭主夫。呢種角色嘅急劇轉換啦，對於一個已經67歲嘅傳統男性嚟講啦，無疑係毀滅性嘅打擊嘅。佢後來對仔講嘅，我只係想有返啲尊嚴啦，正係呢種角色危機嘅直接表達。香港嘅公屋政策雖然解決咗基層市民嘅住房問題，但係同時亦都創造咗一種特殊嘅社會環境。順利邨作為一個大型嘅公屋邨咧，居住密度極高，鄰里之間嘅距離好近，但係情感距離咧卻可能好遠㗎。李志騰一家喺鄰居眼中係好有禮貌嘅家庭，女兒李玉萍更係深受喜愛嘅靚姐姐，但呢種表面嘅和諧掩蓋咗家庭內部嘅深層矛盾。公屋嘅薄牆同埋狹小空間，令到家庭成員之間好難有私人空間，任何衝突都會被放大，而長期嘅壓抑最終導致咗爆發。案件入邊最令人困惑嘅謎團，無疑係李玉萍頭顱嘅下落。警方動用咗近100名人員，進行咗24小時馬拉松式嘅搜索，從順利邨嘅垃圾房、垃圾桶、花槽、停車場到附近嘅山坡草叢、引水道同坑渠，甚至到新界東北堆填區搜索咗數次，每次都搜查咗19噸垃圾，但始終一無所獲。呢個謎團嘅存在呢，唔單止讓死者無法全屍，亦都成為咗呢宗案件最詭異嘅部分。從技術角度嚟睇，一個人頭喺香港咁樣一個高度監控同管理嘅城市中完全消失，幾乎係不可能嘅事情。香港嘅垃圾處理系統相當完善，從收集到運輸再到處理，每個環節都有記錄。李志騰聲稱將頭顱當作垃圾丟棄喺利祥樓4樓嘅垃圾收集站咧，按理話應該能夠追蹤到最終去向啦。然而頭顱嘅消失暗示住可能存在其他我哋唔知道嘅情況，或者李志騰嘅供述並唔完全準確。呢個謎團亦都反映咗妄想症患者記憶嘅不可靠性。喺妄想狀態下，患者嘅記憶可能會被扭曲或者選擇性咁遺忘某啲細節。李志騰可能真係唔記得自己將頭顱放喺到邊度，或者佢嘅記憶已經被妄想所污染，無法提供準確嘅信息。呢種記憶嘅不確定性，令到案件嘅真相永遠蒙上咗一層神秘嘅面紗。從文化心理學嘅角度嚟睇，斬首呢種極端嘅暴力行為喺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特殊嘅象徵意義。喺古代，斬首唔單止係一種處決方式，更係對罪犯嘅終極羞辱，意味住死者將無法全屍進入來世。李志騰對女兒話：要你身首異處，暴露咗佢潛意識中對傳統懲罰觀念嘅認同。喺佢嘅妄想世界中，女兒嘅唔聽話已經構成咗需要用古代極刑嚟懲罰嘅重罪。呢種文化符號嘅運用呢，亦都反映咗李志騰試圖通過極端暴力嚟重建自己嘅父權威嚴。喺傳統父權社會中，父親擁有對子女生殺予奪嘅絕對權力，而斬首正係呢種絕對權力嘅終極體現。通過呢種儀式化嘅暴力咧，佢試圖喺妄想中重新確立自己作為家庭主宰嘅地位，即使呢種地位建立喺血腥嘅基礎之上。案件嘅審訊過程亦揭示咗香港司法系統對精神疾病嘅處理方式。
李志騰最初被控謀殺罪，但喺精神科醫生嘅評估之下控方接納咗佢嘅神經錯亂辯護，將罪名改為誤殺同埋蓄意傷害。呢種處理方式反映咗香港法律對精神疾病患者嘅相對寬容態度，認為喺妄想狀態下嘅犯罪行為應該得到唔同嘅法律評價。然而呢種寬容亦都引發咗社會嘅爭議，好多人認為無論犯罪者嘅精神狀態點樣，如此殘忍嘅行為都應該受到嚴厲嘅懲罰。李志騰最終被判處無限期醫院令，送往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呢種判決雖然考慮咗佢嘅精神狀況，但對於受害者家屬嚟講，可能難以接受。呢一種法律與道德之間嘅張力，反映咗現代社會喺處理精神疾病犯罪時面臨嘅兩難困境。案件發生之後，順利邨利長樓嘅兇案單位成為咗一個特殊嘅存在。房屋署雖然喺事後進行咗翻新，但呢個單位長期無法租出，成為咗名副其實嘅兇宅。更有趣嘅係，負責翻新嘅工人喺進入單位前會喺門外燒香，希望能夠心安理得咁完成工作。呢種行為反映咗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死者靈魂嘅敬畏，以及對不潔空間嘅淨化需求。鄰居們嘅反應亦都好值得玩味嘅。一啲住喺附近嘅居民聲稱經常聽到兇案單位傳出怪聲，甚至有人聲稱睇到無頭嘅李玉萍喺村內遊蕩。呢一啲靈異傳聞雖然缺乏科學根據，但係反映咗社區居民對呢一宗案件嘅集體創傷。喺中國文化中，死者如果唔能夠安息，就會變成冤魂，繼續喺人間徘徊。而李玉萍嘅頭顱至今未尋獲，正好符合咗呢種文化想像。更有趣嘅係呢啲靈異傳聞嘅傳播實際上成為咗社區處理集體創傷嘅一種方式。通過將李玉萍塑造成一個冤魂嘅鄰居們，不僅表達咗對佢遭遇嘅同情，亦都為自己無法阻止悲劇發生嘅內疚感揾到咗出口。呢種民間敘事嘅形成反映咗普通民眾喺面對極端暴力時嘅心理防禦機制。從犯罪心理學嘅角度嚟睇，李志騰嘅案例提供咗研究妄想症同暴力行為關係嘅珍貴樣本。妄想症患者並唔一定會實施暴力，但係當妄想內容涉及被害或者直導嘅時候，暴力風險會顯著增加。李志騰嘅妄想主要圍繞住妻子嘅不忠同埋子女嘅非親生。呢種妄想內容直接威脅到佢嘅男性尊嚴同埋家庭地位，因此觸發咗極端嘅暴力反應。更深層嘅問題在於，李志騰嘅妄想並非完全脫離現實，而係建立喺真實嘅社會壓力基礎之上。佢確實失業咗，確實需要依賴妻子嘅收入，確實喺屋企嘅缺乏權威地位。妄想症嘅可怕之處在於，佢會將呢啲真實嘅困境無限放大，並為之尋找一個扭曲嘅解釋框架。喺李志騰嘅妄想世界中，佢嘅困境唔係因為社會經濟因素，而係因為妻子嘅背叛同子女嘅欺騙，因此需要用暴力嚟糾正呢種不公。呢種妄想嘅形成過程亦都反映咗香港社會對男性心理健康關注嘅不足。喺傳統觀念中，男性應該係堅強嘅，唔需要幫助嘅，因此好少有男性會主動尋求心理健康服務。李志騰喺案發前嘅性情變化，鄰居們雖然有所察覺，但都將佢歸因於脾氣唔好，冇人意識到呢個可能係精神疾病嘅徵象。如果社會能夠提供更好嘅心理健康篩查同埋干預機制，呢場悲劇或許可以避免啦。案件嘅另一個值得關注嘅面向係媒體報道對公眾認知嘅影響啦。呢一宗案件因為其駭人聽聞嘅性質，成為咗媒體競相報道嘅焦點。然而，大部分報道都集中喺案件嘅血腥細節上，對於背後嘅社會問題同埋心理機制缺乏深入嘅分析。呢種報導方式雖然滿足咗公眾嘅獵奇心理，但係亦都可能加深咗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嘅偏見同埋恐懼。更有問題嘅係，一啲媒體將李志騰描述為慈父入魔，呢種敘事框架暗示住佢原本係一個好父親，只係因為某種外在因素而變壞。呢種簡化嘅解釋
忽略咗家庭暴力嘅複雜性同埋漸進性，亦都可能讓公眾忽視家庭暴力嘅早期警訊。實際上啦，李志騰對女兒嘅暴力行為咧並非突然出現，而係有一個逐漸升級嘅過程，只係呢個過程咧被家庭嘅私密性所掩蓋。從性別研究嘅角度嚟睇啊，呢宗案件啊，亦都反映咗父權制度對女性嘅特殊壓迫。李玉萍作為家中唯一嘅女性子女啊，承受咗嚟自父親嘅最大敵意。佢嘅唔聽話被父親視為對父權威嚴嘅直接挑戰，因此需要用最極端嘅方式嚟懲罰。呢種性別化嘅暴力模式喺好多父權社會中咧都能夠揾到相似嘅例子，反映咗女性喺家庭權力結構中嘅脆弱地位。更令人心痛嘅係，李玉萍喺鄰居眼中係一個好乖嘅女孩，經常同小朋友玩耍，深受大家喜愛。呢種反差暴露咗家庭暴力嘅隱蔽性，受害者往往需要喺公共場合維持正常嘅社交形象，而將痛苦隱藏喺家庭嘅私密空間中。李玉萍嘅悲劇提醒我哋，表面嘅和諧可能掩蓋住深層嘅暴力，社會需要建立更敏感嘅識別同埋干預機制。案件嘅最後一個引人深思嘅層面係佢對香港社會集體記憶嘅影響。雖然已經過去咗近20年，但呢宗案件仍然被登員記住同埋討論，成為咗香港犯罪史上嘅一個標誌性事件。佢嘅持久影響力唔單止來自於案件本身嘅駭人聽聞，更來自於佢所觸及嘅深層社會問題。呢啲問題至今仍然存在於香港社會中。呢宗案件成為咗一面鏡啦，反映出香港社會喺全球化進程中面臨嘅身份認同危機、家庭結構變化、精神健康挑戰等多重問題。佢提醒我哋喺追求經濟發展嘅同時，唔能夠忽視社會嘅心理健康同埋精神文明建設。每一個看似平凡嘅家庭背後，都可能隱藏住我哋無法想象嘅痛苦同埋掙扎。而社會嘅責任就係要建立更完善嘅支援網絡，防止悲劇嘅重演。李志騰嘅故事最終成為咗一個關於尊嚴、妄想同暴力嘅複雜寓言。佢冇簡單嘅答案，只有無盡嘅思考同埋反省。而李玉萍失蹤嘅頭顱則成為咗呢個寓言中最神秘嘅符號，提醒住我哋有啲傷痛可能永遠無法愈合，有啲真相可能永遠無法完全揭示。喺呢個高度理性化嘅現代社會中，仍然存在住我哋無法完全理解同埋控制嘅黑暗角落，而呢個正係人性最深層嘅謎團所在。多謝你收睇我哋嘅影片啊！我哋誠意邀請你，千祈唔好走住，繼續睇埋落去先，因為我哋仲有一啲嘅說話想同你講。不過講之前都請大家幫一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如果你想睇到我哋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焦點 FM TV 呢個 YouTube 頻道。焦點 FM TV 同埋其他子頻道未來將會一直製作更多實用而且具有價值嘅資訊。如果想進一步收睇更多，例如文章專欄、文字新聞同埋線上課程嘅話，請登入我哋嘅網站 www.fm.today， 免費註冊成為我哋嘅會員。我哋嘅網站系統每日都會自動向你提醒新嘅重要資訊。你可以睇到我哋嘅網站首頁右上角嘅位置就可以見到登入或者註冊，撳入去你就可以用你嘅電郵地址啦，或者 Google account 或者 Facebook account 去註冊或者登入成為我哋嘅會員。過程只需10秒鐘嘅啫，快捷而且方便。由於我哋將會推出積分系統啊，所以越早登記，未來嘅積分就會越儲越多噶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仲有啊，去到我哋嘅網站喺首頁嘅位置，大家可以見到我哋已經開始咗焦點專屬嘅玄學家同埋健康專家名冊。只要入到去就可以一覽無遺所有焦點 FM TV 曾經合作過或者合作緊嘅專家聯絡方法啦。
當然啦，其實喺每個專家嘅節目入邊，熒光幕嘅右上角，大家都會見到有一啲嘅二維碼喺度嘅。其實大家只要掃一掃，一樣可以入到去每一位專家嘅網站專頁，亦都可以直接睇到佢嘅聯絡方法添。焦點 FM TV 邀請唔同嘅專家免費分享佢哋嘅專業資訊，從來都係承諾不會從中收取佣金嘅。因為我哋希望用最客觀嘅角度去為業界作出推廣，同時亦都對我哋嘅觀眾負上一定嘅責任。2024年嘅8月，我哋舉辦咗5週年嘅台慶網聚活動，參與人數接近200人。今年我哋再接再厲，嚟緊嘅8月同埋10月，焦點 FM TV 將會舉辦6週年台慶活動，活動將會分香港場同埋澳門場。今次嘅活動係首次實現港澳同辦嘅歷史性一步，詳情同埋報名方法可以睇返我哋嘅網站 www.fm.today 詳細了解。多謝各位。影片到呢度咧，真正完結啦！麻煩大家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如果你想睇到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嘅焦點 FM TV 呢一個 YouTube 頻道。多謝支持。